接下来这一部分的主题是投资者的进化，从烟蒂到品质复利。这一部分呢，着重展现巴菲特投资理念的演进，特别是受查理芒格影响，从早期格雷厄姆式的烟蒂股投资转向对优质企业长期复利价值的重视。第11条 I call it the thick BART approach to investing. You walk down the street and you look around for a thick BART someplace.Finally, you see one and it's soggy and kind of repulsive, but there is one puff left in it. So you pick it up and the puff is free. It's a thick BART stock. You get one from puff on it, and then you throw it away and try another one. 中文，我称之为烟蒂投资法。你走在街上，四处寻找烟蒂，终于你发现一个。它湿漉漉的，有点恶心，但还能抽上一口。于是你捡起来，免费吸一口。这就是烟蒂股，你免费吸一口，然后扔掉它，再找下一个。点评：在对商学院学生的演讲中，巴菲特生动地描述了他早年遵循格雷厄姆教诲进行的烟蒂股投资。这种策略专注于寻找价格远低于其清算价值的公司，即使公司本身质地平庸。这段描述为了解其投资理念的起点提供了重要背景，并为后续阐述其理念的演进埋下了伏笔。第12条 A great business is one that can earn high returns on capital without needing a lot of capital. 中文，一家伟大的企业是那种无需大量资本就能获得高资本回报的企业。点评：巴菲特以这一金句进一步阐释了优质企业的核心特征，就是高资本回报率和低资本需求。这不仅是对经济护城河的具体化解读，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实用的评估标准，那就是优先选择那些能高效利用资本的商业模式。第13条 The best businesses are the ones that don't require you to keep plowing capital into them. 中文，最好的企业是那些不需要您持续投入资本的企业。点评：巴菲特用这一金句阐述了优质企业的关键特征：高资本回报率和低资本需求。这不仅是对经济护城河的进一步解读，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实用的筛选标准，寻找那些能以最少投入产生最大价值的商业模式。第14条 I'd rather have a $10 million business that is growing slowly than a $100 million business that's shrinking. 中文，我宁愿拥有一家1000万美元但缓慢增长的企业，也不愿拥有一家1亿美元但正在萎缩的企业。点评：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 CNBC 访谈中，巴菲特以这一对比鲜明的表述，突出了投资中企业内在增长能力的重要性，而非单纯的规模。然后呢，是第3个主题，也就是论商业洞察力管理层与护城河。这一部分呢，探讨巴菲特如何评估企业及其管理层，特别是他对可持续竞争优势及经济护城河的重视。第15条 We want managers who wake up every morning thinking about how to make their business better. 中文，我们想要那些每天早上醒来都在思考如何让企业变得更好的管理者。点评：巴菲特表达了他对管理者的核心期望，持续改进企业的内在价值。这一金句突出了管理者应具备的主动性和长期导向，与伯克希尔偏好以所有者视觉思考的管理文化高度契合。第16条 If you have got a good enough business,
If you have a monopoly newspaper, if you have a network television station, I'm talking of the past, you know, your idiot nephew could run it. And if you have got a really good business,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中文，如果你拥有一门足够好的生意，比如你拥有一家垄断性报纸或者一家电视网络台，我说的是过去，你知道，即使是你那傻瓜侄子也能经营它。如果你真有一门好生意，谁经营都没太大的区别。点评，这句话以略带夸张的方式进一步强调了卓越商业模式的极端重要性。拥有强大竞争壁垒，比如过去的垄断媒体的这些企业，其盈利能力和稳定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对管理者的依赖性相对较低。这并非否定优秀管理者的价值，而是突出了寻找具有持久竞争优势的企业是投资的首要任务。第17条，If I thought they needed me, I wouldn't have bought a stock. 中文，如果我认为他们，也就上市公司管理层需要我的帮助或者介入，那我就不会买他们的股票了。点评，这反映了巴菲特作为投资者的角色定位。他倾向于投资那些拥有优秀、可信赖且能独立运作的管理层的公司。他寻求的是与能干的管理者合作，而不是去亲自干预或改造一家公司。这体现了他对被动投资与优质企业的偏好，以及对管理层能力的尊重和信任。第18条，Basically,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in evaluating a business is the pricing power. If you have got a power to raise prices without losing business to a competitor, you have got a very good business. 中文，基本上，评估一家企业时最重要的决策点就是其定价能力。如果你有能力在不流失客户给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提高价格，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家非常好的企业。点评，定价能力是衡量企业经济护城河强弱的关键指标。拥有强大品牌、独特技术、网络效应或低成本结构的企业，往往具备较强的定价权。巴菲特将此视为判断企业优劣的核心因素，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长期竞争力。第19条， I like businesses that I can understand. 中文，我喜欢我能够理解的生意。点评，这是巴菲特能力圈原则的通俗表达，他强调只投资与自己能够充分理解其商业模式、竞争环境和长期前景的行业和公司。这种专注使他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内在价值和潜在风险，避免在不熟悉的领域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第20条， I want a business with a moat around it. 中文，我想要一家拥有护城河的企业。点评，经济护城河是巴菲特投资词典中的核心概念，指企业拥有的能够抵御竞争对手侵蚀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比如品牌、专利、转换成本、网络效应或成本优势。在对学生的演讲中，他用这个生动的比喻来强调寻找这类企业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更稳定和可预测的长期回报。第21条， The key to investing is not assessing how much an industry is going to affect society or how much it will grow, but rather determin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any given company, and above all, the durability of that advantage. 中文，投资的关键不在于评估一个行业将对社会产生多大影响，或者它将增长多少，而在于确定任何特定公司的竞争优势，尤其是该优势的持久性。
点评：这句话强调了自下而上选股的重要性，核心是分析具体公司的竞争优势及其持久性，而非仅仅关注宏观行业增长的趋势或增长的预测。许多高增长行业竞争激烈，未必能给投资者带来良好的回报，只有那些拥有可持续竞争壁垒的公司才能够将行业增长转化为股东价值。第22条，When we own Coca-Cola or American Express and Apple, we look at them as businesses. 中文：当我们拥有可口可乐、美国运通和苹果公司时，我们是将它们作为企业来看待的。点评：在股东大会的开场陈述中，巴菲特用具体持仓案例来说明其基本投资观，视股票为企业所有权。这种视角促使投资者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和长期价值，而非股票的短期价格波动。这与他一贯强调的像企业家一样思考的投资方法一脉相承。